要想在多倫多找到一個能同時體現城市景觀、社區文化與百年歷史的一片綠地，位於多倫多東區的 Riverdale 公園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地點。它擁有坡頂俯瞰城市的絕佳視角，並且緊鄰唐河河谷。在18到19世紀，約翰·斯卡丁曾管理英國總督西姆科的莊園。在密西沙加族人和英國王室於1787年簽署的多倫多購買條約後，他於1792年跟隨西姆科來到加拿大，並在此處獲贈土地。這家人種植了谷物和玉米，他們把這片沼澤地變成了牧場和一個啤酒花種植園。後來，斯卡丁不幸被一棵倒下的樹砸死後，這家人將土地賣給了多倫多市，用於建造唐河監獄和收容所。監獄北邊剩下的土地在19世紀80年代被改建成為了河谷公園。從地圖上看，唐河以及後來的高速路把這個公園分成了東西兩個部分。左邊小一點的是 Riverdale West Park， 右邊是 Riverdale East Park。 我目前站的橋下的這條大道就是唐河谷高速路，左邊這個高大的建築物就是一個叫橋腳醫院的地方，原來是收容所，現在改成醫院了。由於曾經的唐河監獄呢，是加拿大歷史上曾經關押和執行死刑次數最多的監獄之一，所以呢，也是長期是囚犯家屬他往前等待聚集的地方。也因為監獄事件頻繁登上報紙，讓這座公園的名字時常與多倫多的刑事歷史相關聯。隨着多倫多市整個城市向東擴張，那麼市政府也意識到人們需要一個更大、更開闊的公共空間。於是從1880年代開始，市政府陸續購買土地，將這裡規劃成為公共的公園。當然，這些都是歷史的過往了。現在多倫多最美的夕陽就是 Riverdale Park East， 從這裡看夕陽最美。多倫多當地人經常調侃說，第一次約會選 Riverdale Park 成功率是最高的。從這個坡頂觀景台往西面看，多倫多市中心的天際線一覽無餘。CN Tower 像一支直插天際的針，還有新蓋的很多摩天大樓目不暇接。金融區的高樓大廈在夕陽下閃成金色，因為這裡很美，幾乎任何角度都是浪漫的天然濾鏡，無數求婚婚紗照、畢業照都選擇在這裡完成。它是東區最具標誌性的視覺場景，所以我也來湊個熱鬧，打個卡，拍個照。這裡還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可以想象當年這裡也曾有守衛城市的軍隊駐紮，來保衛當年的約克鎮。由於這個河谷公園的坡度天然陡峭，所以當地的居民呢會帶來孩子來這裡玩耍，冬天滑滑雪橇。整個山坡都是孩子和大人歡笑的聲音。有人戲稱 Riverdale Park 是孩子第一堂自然的物理課，告訴你重力有多麼的可怕。由於這裡地形低洼，秋季的清晨時分，唐河谷常出現一層薄霧，你站在公園的高地就會看到城市高樓在霧上，公園草地在霧下，感覺整個多倫多漂浮在雲中。這種景象被攝影師稱為多倫多的仙境清晨。這裡的運動場地也很多，有足球場、棒球場、飛盤區
還有好幾個網球場。因為連接到長河谷的小徑，善於跑步者可以一路從市區跑向森林河谷，讓人有一種從城市進入自然門戶的感覺。這裡還有一座孫中山的紀念碑，以此紀念這個中國的革命家和多倫多的聯繫。孫中山當年一直在外奔波，為革命籌措錢款，終於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可他當年的容共政策究竟是對是錯，只能等後人評說了。不過能在此立碑，也足見當地華人的勢力。河畔山坡的這片草地特別適合當地人和遊客來此野餐，就把桌布往地上一鋪，放上點啤酒零食，就可以和3、5親朋好友一道，欣賞美景，吃些美食，閒聊暢談，打發時光。當然也可以一個人在此獨自冥想，探求人生真諦，謀劃世界變局。這就是河谷公園能夠帶來的奇思妙想。就在河谷公園旁邊，可以看到多倫多第一位女市長曾經住過的房子，還有第一位黑人議員住的房子。看來這裡也是人傑地靈。這塊由塘谷保護局樹立的紀念碑是紀念當時的副總督之子弗朗西斯在1812年服役時去世。在西河谷公園旁邊還有這個多倫多的公墓，有許多多倫多名人安葬於此，包括威廉·里昂·麥肯齊曾當過多屆加拿大的總理，喬治·布朗和傑克·萊頓。看來河谷公園這塊地風水不錯啊。